朋友们好，我是江峰。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种所谓传染病正在悄悄蔓延。这种病不挑穷人，也不挑老弱病残，它专门挑地球上智商最高、掌握着人类未来命运的那一小撮顶尖大脑。得这个病的人，结局无一例外，要么是在荒郊野外变成一具焦尸，要么是在自家门廊被一枪爆头，要么就是去山上散了个步，从此从地球上人间蒸发。就在这个2026年的4月，美国知名新闻主播库莫在节目里接到了内部吹哨人的核弹级爆料，美国国防和航太领域的顶尖科学家正在以一种极不正常的频率密集死亡和失踪。而几乎就在同一时间，4月23日，美国权威媒体新闻周刊抛出了一篇让所有人脊背发凉的深度报道，标题赫然写着中国科学家也正以神秘方式死亡。如果我们把中外媒体的零碎拼图拼凑在一起，你会发现一个令人窒息的平局。从2022年到现在，这短短几年里，美国有11位参与反重力、极音速武器、核推进和顶尖材料科学的国宝级大脑出事儿。而在大洋彼岸的中国，名单上同样也躺着11位负责军事 AI、极音速、大数据和先进武器芯片的顶尖天才。11比11，美中平手。总共22个拥有着超越常人智慧的大脑，就像是被某只看不见的巨大手掌像掐灭烟头一样，一个接一个的从这个世界上抹除了。这到底是外星力量在阻止人类触碰神的禁区，还是好莱坞大片里的大国博弈？又或者这是一场已经打到我们家门口却没有硝烟的大脑超限战？更不可思议的是，就在这场科学家死亡潮达到顶峰的2026年4月中旬，中共体制内一个极为隐秘的操盘手却悄无声息地完成了他人生的飞黄腾达。这背后到底藏着怎样的致命机密？今天咱们就来好好扒一扒。在揭开这张令人窒息的名单之前，先特别感谢今天节目的赞助商普瑞堂黑参。在这个充满压力与不确定性的时代，无论是顶尖大脑还是咱们普通人，保持强健的体魄和充沛的精力，才是我们应对所有挑战的最大本钱。普瑞堂黑参精选顶级原料，采用传统9蒸9爆的严苛工艺，性质温和不上火，能有效帮助大家缓解日常疲劳，提升整体免疫力，为身体补足满满的元气，是非常优质的日常保养圣品。请大家多多支持江峰，点击影片下方的专属链接，结账时输入江峰专属优惠码 JF， 即可享受全球包邮。现在还有超级加码福利，单笔购买满500美元，直接送您一根珍贵的普瑞堂黑参，多买多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我们才能一起见证更多的历史真相。好，我们言归正传，先来看看美国这份名单里那些看不见的幽灵刺客。在美国那份11人的死亡与失踪名单里，只要你稍微凑近看一眼那些案卷的细节，你就会觉得周围的空气都降了几度。咱们先说一个叫勒布朗的年轻人，这哥们儿可不是一般人，他是 NASA 马歇尔太空飞行中心的航太电机工程师，专门研究什么呢？火星任务的核推进技术。说白了，他掌握着人类未来能在太空中飞多快、飞多远的核心密码。2025年7月22日这天早上，勒布朗像往常一样出门，但他干了一件极度反常的事儿，他既没带钱包，也没带手机。你可以想象一下那个画面，一个现代人，一个天天跟高科技打交道的顶尖工程师，出门竟然切断了自己与世界的所有联系。他开着自己的特斯拉，在阿拉巴马州亨茨维尔附近的乡间公路上狂飙，随后这辆车砰的一声巨响，以极其诡异的角度撞上了护栏和一棵大树，瞬间燃起熊熊大火。当警方赶到现场时，车里的人已经烧成了焦炭，最后只能靠 DNA 比对才确认是他。这听起来像是一场悲惨的交通事故，对吧？但最让人毛骨悚然的细节来了，警方调取了特斯拉的哨兵模式记录，发现勒布朗在撞车前曾经开着车在当地的机场停车场里停了整整4个小时。他为什么去机场？他在等谁？
他是在跟某个接头人见面，还是发现自己被跟踪了？试图买机票逃跑，却发现护照没带。一个搞核推进的科学家在死前经历了怎样的心理崩溃，才会选择这样一种惨烈的方式结束生命？家属根本不信这是意外。现在案子已经交给了 FBI， 但至今没有下文。如果说勒布朗的死还有那么一丝丝意外的可能，那接下来这位女科学家艾米·埃斯克里奇的遭遇就简直是直接把悬疑恐怖片的剧本拍在了现实里。艾米是搞什么的？反重力研究。这可是美国国防部最眼馋也最敏感的领域。2022年6月的一天，他突然死在了阿拉巴马州的家里，官方给出的死因是开枪击中头部，自我了结。可是就在他死前不久，他曾经给一位极其信任的朋友发过一条短信。这条短信的内容现在读起来依然让人浑身起鸡皮疙瘩。他写道：如果有一天你看到新闻说我自己结束生命了，请你记住，我绝对没有。他还在其他的通讯记录里极度恐惧地提到自己感觉遭到了定向能武器的攻击，说总是有人在暗处盯着他。一个留下了不自杀声明的人，最后被判定为自尽，这事儿放哪里都说不通，但案子就是这么结了。紧接着名单越拉越长。 NASA 加州喷射推进实验室 JPL 的天体物理学家卡尔在自家门廊被一个有前科的混混莫名其妙地开枪打死。 JPL 负责高性能超合金材料的主管莫妮卡，一个60岁的大妈，去山上践行，然后就像水滴融入大海一样，连个脚印都没留下，直接人间蒸发。还有美国空军研究实验室的前指挥官，掌握着先进材料与推进计划最高机密的退役少将麦卡斯兰，也是走出家门，把手机、眼镜、智慧手表全扔在家里，只带走了一把点38左轮手枪，然后彻底消失在茫茫荒野中。这些案子一出来，美国的互联网上立刻炸开了锅。很多人说这肯定是美国的影子政府干的，说这些科学家要么是发现了 UFO 的终极秘密，要么是掌握了某种能颠覆传统能源集团的反重力技术，所以特工把他们给灭口了。朋友们，这种说法听起来很刺激，很符合好莱坞的套路，但咱们用常理推断一下，这根本站不住脚。这就像是你家里有个下金蛋的母鸡，你指望着它下蛋去帮你赢得全村的斗鸡比赛，结果你嫌母鸡咯咯叫太吵，自己拿刀把母鸡给宰了。美国现在面临着什么？面临着中共在极音速武器、太空军备上的全面挑战。美国国会天天拍着桌子要进度，五角大厦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美国政府把这些科学家当国宝一样供着还来不及，怎么可能去搞自我阉割、自毁长城？所以美国密苏里州的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伯利森就直接捅破了这层窗户纸。他在公开场合怒气冲冲地说，我们正在与中国、俄罗斯在核技术、先进武器和太空领域进行生死竞争，而与此同时，我们最顶尖的科学家却在不断消失。这绝不是巧合，这极有可能是一场外国势力的针对性行动。 FBI 现在已经全面介入调查，这说明什么？说明这根本不是什么 UFO 的科幻故事，而是一场活生生的极其残酷的超限战。中共过去几十年搞千人计划，那是用重金诱惑，用亲情绑架，把美国的技术大脑往国内搬。但是现在美国醒了， FBI 盯得紧了，千人计划搞不下去了，怎么办？中共的超限战逻辑是非常可怕的。既然这颗大脑不能为我所用，那就绝对不能让它继续为美国效力。这些科学家的死法，有的像随机抢劫，有的像抑郁自我了结，有的像离家出走，这恰恰是最高级的特工手段。这是针对美国国运的一场隐形暗杀。你可能会问江峰，既然你说这是中共在暗杀美国的科学家，那为什么新闻周刊的报道里说中国自己也死了11个顶尖科学家？这美中打成了平手，难道美国也派了特工去中国搞暗杀？朋友们，如果你这么想，那就太低估了中共集权体制的冷血与残酷了。如果说
美国科学家的死是一场来自外部势力的暗杀和胁迫，那么中国这11位国宝级大脑的消亡，则是这台巨大的红色极权绞肉机在高速运转时发出的令人作呕的骨肉碎裂声。我们来重点看一个最具代表性的案子。这个人叫冯阳鹤，年仅38岁，国防科技大学的教授，中国军工 AI 领域的天才。这哥们儿可不是研究什么人脸辨识、无人驾驶的，他手里端着的是中共军方最核心的作战系统，一个名叫战卢的 AI 兵棋推演平台。这个平台是用来干嘛的？专门用来模拟和推演武统台湾的各种战术场景，它等于是中共军队未来打台湾的那个虚拟大脑。可是就在2023年7月1日，注意这个时间，这可是中共的建党节。在这一天凌晨的2点35分，冯阳鹤在北京参加完一个所谓的重大任务闭门会议后，坐车回家，然后在北京这个全中国安保最严密、监控摄像头比树叶还多的城市里，他的车离奇地发生了严重车祸，冯阳鹤当场死亡，年仅38岁。车祸的具体细节，对方是谁，怎么撞的，官方一字不提。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才是真正暴露中共体制密码的关键。中共官方控制的科学网在发布讣告时，没有用因公殉职，也没有用不幸遇难，而是用了一个带有强烈政治色彩和军事意味的词汇——牺牲。大家要注意，在中共的政治语境里，牺牲这2个字是不能乱用的。你出门被泥头车撞了，那叫车祸；你加班猝死了，那叫过劳。只有你在战场上为党挡了子弹，或者在执行某项极度机密的任务中被敌人搞死了，甚至是被党要求闭嘴来保全大局，这才叫牺牲。更不可思议的是，冯阳鹤死后，他这样一个级别并不算顶天的大学副教授，居然被破格安葬在了北京的八宝山革命公墓。朋友们，八宝山是什么地方？那是中共最高权力阶层和所谓开国元勋的专属后花园。普通老百姓，你就是捐几百个亿也进不去。普通的科学家，就算是拿了诺贝尔奖，也不一定有资格躺在里面。冯阳鹤凭什么进去？我们来合理演绎一下这背后的逻辑。冯阳鹤搞的是武统台湾的 AI 推演，有没有一种可能，他的 AI 系统经过无数次真实数据的模拟后，得出了一个中共高层绝对不想听到的结论，也就是说，无论怎么推演，只要一打台湾，解放军必败，中共政权必将崩溃。当他拿着这个报告去参加7月1日凌晨的重大会议时，领导的脸色会有多难看？又或者，这个战卢系统里包含了太多中共军队真实的火力部署和致命弱点。在当前中美谍战白热化的情况下，冯阳鹤是不是出现了某种思想动摇？是不是有试图把这份数据转移出境的迹象？在中共眼里，宁可毁掉这个天才大脑，也绝对不能让这些数据有一丝一毫泄露的风险。所以制造一场凌晨的意外车祸，让他永远闭嘴，然后给他一个牺牲的名分，用八宝山的一个骨灰盒位置换取他家属的感恩戴德和终生沉默。这笔政治买卖，中共算得比谁都精。不仅仅是冯阳鹤，你看看这份11人的名单，几乎每一个死法都透着浓浓的被安排的气息。被誉为中国 AI 4小龙之一，商汤科技的创始人汤晓鸥，55岁，正值壮年，掌握着中国最大的人脸辨识和全景监控 AI 网络。结果在2023年底一个冬天的深夜，突然被宣布因病医治无效死亡。网上疯传他是因为承受不住高层的某种极端压力，选择从高楼一跃而下，公司却拼命辟谣，说是睡梦中离世。你再看看2025年这刚开年发生的事，简直让人毛骨悚然。就在中国新年期间，上海改革创新研究院院长、自贸区港首席专家李峰48岁，突然离奇死亡，网上一片哗然，全在风猜是遭到了暗杀。还有中国国防科技大学的无人机顶尖专家张代兵，47岁，1月初刚出事，外传是欠下巨债，被逼得从楼上跳了下去。
官方至今装聋作哑，连个明确说法都不给。还有宁夏大学入选过全球顶尖科学家榜单的李海波，也是一具突发疾病，连个详细死因都没交代，悄无声息的就没了。除了这些高空坠落和突发疾病的，剩下的死亡指标几乎全包给了车祸。负责中国高端武器芯片研发，专门帮解放军摆脱外国零件依赖的陈书明，在回安徽老家的路上车祸身亡。中国国家卫星气象中心的太空空间专家张孝信62岁，去年12月也是一场车祸直接带走。更早一点的中国登月计划核心专家罗崇泰出差回兰州的路上同样是车祸丧生。再加上北京理工大学的极音速材料专家方岱宁跑到南非去参加活动，结果在南非来了个突发医疗事件，客死他乡。太密集了，太整齐了。这群人全都是搞 AI、 无人机、极音速、航太太空和国防芯片的，他们在中共眼里根本就不是活生生的人，他们只是战略耗材，是射向自由世界的弹药。美国科学家的死，我们尚且能看到 FBI 的介入，能听到议员的咆哮，能看到家属在媒体上喊冤。而在中国，这些顶尖科学家死后只有千篇一律的冰冷讣告。在中共的绞肉机里，如果你不能100%被党的意志驱使，或者你掌握的秘密成了党的定时炸弹，那么这台机器的齿轮就会毫不犹豫地从你身上碾过去，最后连一滴血都不会溅出来。这就是集权制度下顶尖大脑的最终宿命。故事讲到这里，我们已经看到了这张血迹斑斑的中美科学家名单，但真正精彩的往往隐藏在幕后。任何一场如此大规模的跨国科技暗战和内部清洗都不可能是在真空里自动发生的，它一定需要一个指挥中心，需要一个或者一群极其冷酷、极其高效的操盘手。就在这几天，这个中美科学家死亡话题被外媒全面引爆的节点，中共官场悄然发生了一个人事变动。4月14日，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发布公告，任命徐朝峰为山西省副省长。很多人可能连徐朝峰这个名字都没听说过，他是谁？他凭什么能从北京空降到地方，直接跃升为掌握一方实权的省部级大员？朋友们，徐朝峰的履历简直就是一部浓缩的中共对外科技扩张与对内科技管控的黑皮书。在调任山西之前，他的核心头衔是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国际合作司司长，而更要命的是，他曾经长期担任工信部的部长办公室主任。在中共的官场语境里，部办主任是什么概念？那就是绝对的心腹，是掌握着整个部委最核心机密，帮着部长处理所有见不得光的事情的大秘。而工信部是中共军民融合战略的总司令部，是中国所有 AI、大数据、极音速、航太科技、高端芯片的终极大老板。作为工信部的大秘，同时又主管国际合作，徐朝峰这几年坐在北京那间宽敞的办公室里，他的桌子上到底放着什么？我们可以合理推断，他的桌子上一定摆着2份名单。第一份是海外猎杀与渗透名单，这里面列满了美国各大实验室、NASA、MIT 里最顶尖的科学家。谁能被重金收买，谁的家人在国内可以被胁迫，谁如果不能为我所用，就必须启动海外特工网络，对其进行极限施压，甚至制造意外，让美国的科研进度彻底停摆。第二份是内部维稳与清洗名单，这里面列着冯阳鹤、汤晓鸥、李海波这些国内国宝级专家的名字。谁的研究进度落后了，需要上手段逼迫；谁接触了不该接触的核心机密，有了思想动摇；谁的身体已经被榨干了最后一滴油水，需要被体面地处理掉，以防泄密。在中共的体制里，升官从来不是因为你给老百姓办了多少实事，而是因为你替主子办成了多么难办、多么肮脏的脏活。徐朝峰能在2026年4月这个极端敏感的时刻，从一个部委的司局级干部破格提拔为山西省副省长，
这传递出了一个极其恐怖的政治信号。这说明中共最高层对他在这场美中科技超限战中的表现给予了最高级别的肯定。他完美地执行了对海外科学家的阻击，也干净利落地处理了国内科学家的隐患。这也意味着中共对科技领域的特务化、军事化管理已经全面收网并常态化。未来的中国科研圈将彻底变成一个进得去、出不来的集中营。回顾这几年的中美科学家死亡潮，已经远远超出了科学研究的范畴。这是一场制度与文明底线的终极对决。这22位天才的陨落，像一面巨大的照妖镜，照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世界。在美国这片自由的土壤上，科学家们探寻的是宇宙的边界，是人类的未来。当他们遭到邪恶势力的超限战暗算时，我们看到了新闻媒体在质疑，看到了国会议员在咆哮要求真相，看到了 FBI 在努力追查幕后的黑手。这是一个开放社会在面对极权病毒入侵时展现出的痛苦但真实的免疫反应。而在中共的统治下，科学家是什么？他们只是独裁者手里的武器。党需要你造出打台湾的 AI， 你就得夜以继日地熬干心血。党觉得你知道的太多了，你就会在一场凌晨的车祸中被撞得粉碎，然后被塞进八宝山那个冷冰冰的政治牌位里，成为官媒嘴里一个没有感情的牺牲符号。最让人感到悲哀的是，当美国在反思如何保护自己最强大脑的时候，中共却在给徐朝峰这样满手血污的操盘手加官进爵，鼓励更多体制内的官僚，把科学家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科技的发展是没有国界的，但科学家是有国籍的，更是活在具体的制度之下的。当一个掌握着终极力量的顶尖大脑不幸落在了一个毫无底线、把人当成草芥的集权体制手里时，他们的智慧注定会成为埋葬自己的坟墓。好了，朋友们，关于这场没有硝烟的大脑猎杀战，你觉得中共在未来还会使出什么更加令人发指的阴招？你对这些顶尖科学家的命运有什么看法？欢迎在下方的留言区分享你的高见和脑洞。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请千万记得点击订阅，按下小铃铛，给江峰点个大大的赞，并把这个视频转发给你的朋友。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